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关注。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一、003航母下水时间稍微拖延，14-5期间3航母同时开工。二、中国国产的004航空母舰现在开建了吗？进度如何？2021只剩下不到1个月。已安装舰岛的003航母，如果年内不能下水，也必然会在2022年下水。从2012辽宁舰服役到003航母下水，10年磨一剑，人民海军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航母。我知道有人会立马跳出来说，还没有核动力航母，数量也和美军相差太多。小兄弟想说的是不尽然，人民海军10年内的战略目标还是区域拒止和一带一路护航，保障海外利益。预测最核心的指标只有2个，尽可能多可供部署的先进航母数量和时间节点，具体指标就是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别看美军11艘核动力航母数量这么多，但常年可供部署的航母只有3到4艘，数量多但不能执行任务，除了放着当摆设，只剩心理安慰了。美海军就经常用2栖攻击舰带垂直起降的 F-35B 替代出勤率低的核动力航母，而90年代常规动力航母出勤率高得多。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当时美海军有14艘在役航母，8艘常规动力，6艘核动力。从海湾战争准备到战争结束长达6个月之久，美国海军集结了5艘常规动力和1艘核动力航母。常规动力航母出动率是8:5，而核动力航母出动率是6:1。剩下的5艘核动力航母一直在船厂看直播，这从侧面反映出常规动力航母的出勤率更优秀。自持力和出勤率哪个更重要，不言而喻。回顾过去10年3艘航母的发展历程，也是标准的小步快跑。2012年服役的辽宁舰是苏联海军的瓦良格号改装，2019年服役的山东舰是复刻辽宁舰，也算掌握了国产航母的设计和建造流程。而即将下水的003型航母则是标准的美式风格，吨位大概介于小鹰级和尼米兹级之间，常规动力电磁弹射，战斗力肯定高小鹰级一档。10年磨一剑，人民海军至此也差不多掌握了建造现代航母的能力。我们来看未来10年人民海军航母第一个核心指标，尽可能多可供部署的先进航母数量。以美海军的标准，除了不是核动力，003型航母的战斗力还是很均衡，但可能还不够先进。在小步快跑吃透了003型电磁弹射航母后，很有可能会有一款对标尼米兹级的9到10万吨级常规弹射航母，我暂且称之为004型航母，也必然会有一款对标福特级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我暂且称之为005型航母。再来看未来10年人民海军航母第2个核心指标，时间节点。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在003型航母2022年下水，2024年服役的时间线基础上，要实现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的时间紧迫。但美帝不会等我们，14-5需要同时开工3艘航母，而目前最成熟的是003型航母基础上改进的004型航母，大概率也是在江南造船厂开工建造。而江南造船厂有可能会扩建或利用现有大型船坞，同时开工建造2艘004型常规动力弹射航母，而核动力航母肯定也会有的。对标福特级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交给大连造船厂。基于以上分析，14-5期间人民海军将会服役1艘003型航母，可能开工建造3艘航母，其中2艘常规动力，1艘核动力，这样就能保证3艘新建航母15-5期间全部下水并服役，以较高的航母出勤率执行区域拒止和一带一路护航维稳的任务，尽快完成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的目标。未来10年，2021到2030是中美大国竞争在西太平洋角力的关键期，高出勤率的常规动力航母更符合人民海军阶段性任务，快速补充马上能用的先进航母才是关键。在航母目标舰定型后，3个航母船坞同时开工建造3航母齐发，能快速实现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的目标，也拥有了实现2035年8到9艘航母服役的能力，同时具备了新兴大国2040年服役10到12艘航母的潜力。
而在有幸见证我国赢得这场世纪竞争后，将来航母是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军迷可能无所谓了。作为我国国产的第3艘航空母舰，004号和003号航母其实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从官方媒体有意无意透露的一些所谓消息来看，004号航母应该已经开始建造了，但具体进度如何，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不过004号航母可能具备的一些性能参数，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有以下一些数据：一，004号航母应该是采用核常动力共通技术。很多军迷或者一些媒体都喜欢说004号航空母舰一定采用的是核动力，但是按照中国当前掌握的舰艇核发电技术，应该还是不够成熟的。当年美国的企业号核动力航母的核发电就是效率太低，而且费钱，并且能够维持动力也就几年，一到年限就得更换核燃料。按照企业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年限，如果也是和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一样50年，每3年更换一次燃料的费用要达到建造费用的1/10。总而言之，就是烧钱，而且效率低，性价比太低。因此，从美国的经验教训来借鉴，中国的004号航母大概率不会在核发电技术尚未成熟的时候直接就搞核动力。那么核常共通是怎么解释呢？就是既有核动力又有常规动力，因为饭要一步一步吃，建造航母也要一步一步来，直接核动力划不来，性价比低，那么就先试一下，搞一个尝试，然后还是主要常规动力。核动力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次要的动力装置，有核动力就能够保证在远洋的大规模战争或者日常的一些大规模全球海军访问交流中派上用场。前者是可以在没有动力补给的情况下依然维持战斗力，后者则是可以减少靠岸，同时节省航行费用。而日常的训练或者周围的军演什么的，直接常规动力就可以满足。按照当前中国的一个舰艇发现技术和航母技术的掌握程度，这种动力模式是最有可能也是最合适的。2. 电磁弹射以及8到10万吨满载。电磁弹射技术在004号运用的可能性应该非常大。按照官方目前透露的一些信息，中国的电磁弹射技术其实已经是成熟的了，而且技术能够达到国际一流。山东号航母没有采用，主要是考虑到常规动力电力不够，加上中国的第1艘航母的本身设计研究依然还是比较难对于苏联型号航母的突破，因此还是采用滑跃式的甲板起飞。003号航母应该大概率采用电磁弹射和蒸汽弹射，因为可以有几个弹射起飞地。电磁弹射运用在003号航母上是为了进行日常的活动实验和效果，并且找出缺陷进而改进，然后作用在004号航母上。004号航母就能够直接用上改进后的电磁弹射，到时的战机起飞速度就会变得非常快，这就大大加强了航母战斗力的发挥。而吨位8到10万吨，我预计可能为10万吨，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003号航母很大概率就是8万吨的大中型航母。对比美国的10万吨级超级航母，还是有2万吨的差别，2万吨差很大的。而且加上美式航母很讲究的就是甲板的空间感，苏式航母则是舰岛大，并且装上各种武器装备，算上是巡洋舰型航母。但是这极大限制了航母战斗力的发挥，因为一些其他的攻击性武器只需要航母舰队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等其他类型舰艇去完成就可以了。航母的核心战斗力就是它的舰载机。004号航母因为要符合中国对标美国的一个国情，按理是要尝试10万多吨的超级航母吨位的。10万多的核常共通动力航母，配上中国更加庞大多样的航母战斗群、舰艇规模，确实有和美国的航母舰队一较高下的实力。3. 舰载机的更新换代，歼15战斗机的性能还是不错的，但是毕竟还是4代机，对比美国的5代机 F-35，其实并不占据优势，甚至会落入下风。歼15是为了对付美国的 F-18V 超级大黄蜂以及它的各种改进型而研发的，同时歼15的几个衍生改进型也是如此。但是在美国航母不断换装 F-35以及更加先进的战斗机的前提下，单靠歼15肯定是不够的。而且美国航母舰载机的很大强势就是它的电子战机、雷达干扰战机以及各类型战机齐全，并且性能高，能够同时担当电子干扰、
对地、对空、对海攻击，并且雷达的辐射面很大，哪怕应对水下的潜艇攻击都有自己独一套的防御方式。中国的舰载机如今就是代际比美国的差，类型性能比美国差，空警600预警机还有待升级换代。而歼 15D 电子战斗机是改进型，应该用新研发的专门电子机作为舰载机。战斗机上歼15也要考虑能否用歼20的舰载机版本，或者可能已经研发出来对标 F35的歼31来替代。这是中国舰载机更新换代所需要做的。从大体上看，004号航母应该都会用上述的这些装备。4、激光武器以及最新的双面或者3面相控阵雷达。激光武器一直是中国有打算应用在航母上的一个高尖端武器，这主要是激光武器的成本相对低，伤害高，并且应用范围广，还能够发挥出巨大的针对效果。激光武器能够被防范和防御的少，并且能够高效率拔除地方的中价值目标和一些导弹和防空机炮等难以应对的攻击，这是激光武器的优势。加上中国的激光技术先进，能够在世界排名前列，甚至有领先地位优势。运用在004号航母上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而且004号航母是有核动力的，动力提供不成问题。而双面相控阵雷达是如今中美等军事强国的一个标配，但是双面相控阵雷达也有，但是3面相控阵雷达目前是美国打算装在第2艘福特号航母上，因此004号航母还是可以努力装上3面相控阵雷达，这有利于整个航母战斗群的战斗力发挥。以上4点大体就是004号航母的一个大概可能的参数。根据目前的媒体和官媒风声来看，004号航母应该尚未完成舰体的总体建造，其他的设备以及内部构造估计也还没有，但003号航母应该明年年初建造完成，估计很快就能先见到003号了。